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分享的是由空灵阁288体限定大汉冠军侯霍去病人物的介绍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。不知道的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搜索。右上角写着黑林武备以及清风坊，下方是他的货号。空灵阁采用了一个环保纸盒，这失败。这边彩绘包装采用了天地盒的样式。霍去病骑着一匹骏马，在夕阳西下，手里还拿着酒杯，非常的洒脱。打开后，里边有产品的合格证、售后卡。这是第一层的布局，第二层的布局以及第三层的布局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长幅的版本。戴上磁吸附发髻之后呢，它的整体身高在32厘米。霍去病的这颗头雕表现了当时年轻时候的样子。这颗头雕我打开一看，很像我喜欢的一个歌手，叫做梁博。看一下这颗头雕的角度。这颗头雕给我的感受啊，就是非常富有正义感。这款是吴博的头雕，总感觉这颗头雕打算要做可动眼。这款人偶一共穿了3层，白色的内衬，中间还有一件，最外侧还有一件长服，真皮的腰带，左手边还有一个玉佩装饰，袖口处是有铁丝可摇造型的，左手手型，素体摸起来非常的扎实，而且关节非常的紧实。大臂旋转关节以及腰部分，包括屈膝以及紧实的程度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看到非常紧致。空灵阁的素体在我心里面就是达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标准。下身黑色的长裤以及红色布艺的鞋子可以穿脱，鞋底的下方配件里面还有一个黑色的汉代长冠。接下来是另一盒的内容，鹰饰上有3根独立的羽毛，铁轴上方有黑色的铁甲片，以及下方的2排铁甲片围成护甲以及后颈的部分。轴顶的部分用半球形铁甲收拢。这段文献呢是出自于1980年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村东汉墓实物复原而成。空灵阁对这款甲胄的部分做的相当的还原。铁轴的下方做了织物的包边，有2条丝绦系带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款霍去病穿着玄铁甲胄的形态。根据文献的记载，这款可以叫做玄铁甲，也可以叫做玄铁胄。按照惯例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款头雕的部分。这款吴博头雕它是一个可动眼的设计，也是一颗非常刚毅的汉子头雕，很有正义凛然的那种感觉。磁吸附的发髻也附送了一个，大家调到自己喜欢的这种眼神儿就可以，是有肌肤纹理的涂装的。鼻子以及脸颊的部分都做了一些红润的涂装。这款空灵阁的霍去病头雕2款呢都做了不同的一个面相，焦发的形状都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而且这2款头雕呢是可以替换的，比如把长幅版本的头雕放在玄铁甲胄上，我觉得这个样子也挺不错的啊。玄铁甲这个头雕放在长幅版本上也是蛮不错的啊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搭配。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换回来，全面跟大家讲一下这款汉代的玄铁甲胄。咱们先从领子上开始说。据文献记载，这个位置呢叫做断压，我们俗称盆领的部分。整个的领子啊像一个盆状，大家可以看到空灵阁和黑林做的这款甲胄的工艺。甲身上的铁甲片做了一个比较硬的扎甲，但其实手工编织之后啊也是比较柔软的。胸甲片上有银色的甲泡，织物包边。前开襟的部分有铁钩扣的设计。甲身披帛的位置学名叫做铅，下方都是有织物包边的设计。这块位置做了一个软扎，和胸甲片相比呢更加的柔软，更加方便活动。很不错。护臂的位置做了很长的铁甲片，皮带上是有一些设计的，并且左边的位置可以看到有杂物带、雕尾以及竹筒。下方甲裙的部分和披帛的位置做了同样的工艺，也是一个软扎的设计，非常的柔软。文献记载，它叫做垂圆玄铁甲胄的背面，里边是红色的提质居衣，褐色的长裤呢叫做招。皮质护腿上有甲泡的设计，空灵阁非常的用心，真皮材质的靴子，鞋底的下方，整身的素体把玩起来也是非常的妙，可以看到非常的紧实。虽然身上穿着一身甲胄，但是拿在手里呢，重量把控的非常好。空灵阁的甲胄确实做的非常不错。这款它的身高整体在31厘米左右。大家觉得这期有没有学到很有用的知识啊？喜欢视频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配件的部分。第3层里边有弓箭的透装，长弓1把。真皮材质的弓带，这次空灵阁给了9支箭，非常的多。这个东西想必大家在我的视频里面第一次见到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箱子，其实它叫做矢符，也叫做箭符，可以把箭插进去的。放大细节看里边的构造，防止弓箭散落。在拿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转动箭矢的方向再拔出来，否则你会勾到里边的绳线，不好拔。千万一定要注意点这个位置。一件鸡皮材质的斗篷，周围的边缘都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，斗篷上还有系带，
本品还附送了2只造型手，一把焊砂，整体的长度约为40.5厘米。砂刃的这个部分，它是一个独立的分件，需要大家铲进去的。这个位置呢，大家如果觉得紧的话，可以像我一样把它拧进去，就是铲上一点，然后再一点一点给它拧进去，这样呢，你就能把它拧到底了。长杆的部分是一个实木的材质，下方的细节调节可动眼的小配件。本品还有一个空灵格附送给大家的一个特点，可以打开，另一侧有我最喜欢的编号。接下来是一把焊剑，它上方的用料以及工艺呢，我个人认为是古代里面相当不错的一个品牌。剑鞘的设计，它还有一定的窄的弧度，铜饰的部分做了一定的抛光，剑刃的部分，最后就是假炮的备用件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款达里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首先是它的长冠部分，影视剧里面的系带呢是放在耳朵后边的，你可以放在前边，也可以放在后面。我个人是放在了后边，我觉得这样看更加的舒服一些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不用太纠结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吧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，你一定要把素体的肩膀往上提一提，显得这个肩啊更加的魁梧一些。头雕可以互换，其他的地方这款就没有多说的。霍去病穿着这款玄铁甲胄，我突然想起了兵马俑整个的一个头饰，汉代的这个味道啊，一下就出来了。这款其实在空灵格设计上还是有它的自己的一个独特见解的。其实，在文献里面，它这款甲胄的形制呢，做的是非常不错的。下方的部分呢，它还是有一定自己的理解的，包括皮带上的一些细节，比如说整身设计的搭配，它都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我相信这也是古代玩家喜欢空灵格的一个点。我希望的是品牌方能出更好的作品，也希望玩家能体验到更好的产品。我更希望古代圈能越来越好。那么好，今天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说的有点多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